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命之树项目的统计，目前可能有500万到1亿种生物生存在地球上，但科学家们能够确定的却只有200万种左右，而其中一些却成为了人类的宠儿，享有极高的价值。本期将介绍的正是10种价格高昂的动物。2014年，在杭州的中国顶级奢侈宠物藏獒展上，2只藏獒被以26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售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狗之一。最贵的那条，它身长80厘米，体重90公斤。藏獒产于中国青藏高原3000到5000公尺的高寒地带，被看作西藏人的护卫犬和守护神，在西藏被誉为天狗。恶劣的气候条件和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藏獒彪悍的体貌特征、威震群兽的勇猛和忠诚不二的品格。其特征是体大如驴，奔驰如虎，吼声如狮，仪表堂堂。藏獒是举世公认的最古老而仅存于世的稀有犬种，但多年来，由于草原的特殊生活环境以及牧民薄弱的血统保护意识，造成原始藏獒与当地的牧羊犬甚至外来的犬种血统融合，使纯种藏獒越来越少。标准的纯种藏獒在青藏现今可称千里挑一，遍地都是藏土狗、流浪狗。实际上，在2017年，同样有一只狮王血统的纯种藏獒卖出了近400万美元的天价。除了稀有品种的狗之外，猫科动物也常常冲击价格榜的首位。这是一只白狮，这只小白狮最终会长成3米240公斤的大型怪物。白狮子的孩子非常的惹人怜爱，不过这种可爱背后有种惊人的价值，据说价格约为14万美元。不过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白狮子是由于基因突变形成的，而非患有白化病的动物。这种突变导致狮子在野外环境中较为显眼，隐蔽性差，致使捕食成功率低，生存非常艰难。南非当地的部落认为白狮是他们重要的信仰。白狮可以在蒂姆巴瓦蒂地区找到，那里也是白狮在1938年被首次发现的地方。但是克里斯·麦克布莱德在70年代写的一本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的白狮一直被从南非带到像英格兰野生动物园那样的地方，还有的被带到了地球上的世界各地，被送去马戏团做表演。此外，白狮子的繁衍问题也有争议，因为各处的白狮子都是有限的，为了繁殖，很多时候不得不进行近亲交配。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白狮，千万不要做出喂食之类的举动，因为即使只喂食了一只，数千美元的钞票马上就会从钱包里飞走。觉得像这种大型动物昂贵是理所当然的靓仔，不妨继续听下去。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种小型动物——孟加拉猫。据说一般价格超过5000美金，不过不同种类的孟加拉猫价格也千差万别，而我想说的类型都超过了1万美金。孟加拉猫比一般的猫与老虎和狮子更加相似。据说孟加拉猫是由饲养员比尔构想并培育的，不过有信息表明19世纪下半开始就发现了类似的猫。你想知道它身上美丽的图案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吗？是由孟加拉湾的一只亚洲豹纹猫和银黑色的埃及猫交配出来的。孟加拉猫有 F1、F2、F3 等多种。F1 表示它有一个初始的第一代孟加拉猫作为父母的后代， F2 则是表示它有一只 F1 孟加拉猫作为父母， F3 则表示有一只 F2 的孟加拉猫作为父母。F1 是最接近初始孟加拉猫的后代，
是最昂贵的。除此之外，照顾这类小巧可爱的生物的生活成本也是相当之高。虽然它的体型很小，照顾起来也是相当的不容易。拇指猴也叫猪蝾，是微型动物的代表，被记录为地球上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关于它的进化史，还未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Pygmy Marmoset， 这个名字是由德国生物学家约翰·巴蒂斯特斯·皮克斯在1823年命名的。成年的拇指猴身高最高只有15厘米左右，体重大约为140克，大概就是2到3个鸡蛋的重量。它喜欢生活在森林、树冠较高的地方，结成小群生活。它很喜欢吃桉树果，以树的枝叶、芽、鲜果、昆虫、蜘蛛和蜥蜴等为食。作为宠物，可以喂它鹌鹑蛋、飞蛾、蟋蟀等。虽然它是巴西亚马逊的动物，但是据说你可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和威斯康星州买到它。不过，这不是在所有的州都算是合法的。其实，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法规，例如禁止交易或者饲养需要申请牌照。虽然它很小，很难被警察发现，但是违法的事情就是违法的。风信子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珍稀的动物之一，它的价格非常昂贵，搜索到的市场价大约是1万美金，可是实际去购买的时候，交易的金额却远远超出了这个价格。为什么会这样呢？请接着听我说。它的羽毛和黄色的花纹非常美丽。这种鸟是1790年鸟类学者约翰拉瑟姆发现的，喜欢活动于开阔的和半开放的栖息地，避开终年潮湿的森林。风信子的脸始终都是笑脸，360度无死角，无论什么时候对它照相都是非常的可爱。成年后的这种鸟其实非常的大，是能飞的鹦鹉中最大的，体长超过1米，体重从1.2到1.7公斤不等。风信子金刚鹦鹉是非常社会性的鸟类，通常成对或聚小群活动，很少发现落单的风信子金刚鹦鹉独自活动。风信子金刚鹦鹉已经是易危物种。1986年，估计野生风信子金刚鹦鹉的个体数是1000到1500只。许多国际性的组织都致力于风信子金刚鹦鹉的保育工作。在2003年，估计总数上升至了6500只左右。2013年之前，风信子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物种，2014年已经降为易危。希望这些努力可以使得这些美丽的大型鹦鹉永远翱翔于它们无边无际的天空。接下来要介绍的动物，饲养成本也是非常的高。棕榈凤头鹦鹉，又称野子金刚，是1788年后由德国学者约翰·弗里德·里希梅利发现的一种澳洲动物。野子金刚有点危险，虽然可以训练成宠物，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它是一种典型的攀禽，脚趾2个向前，2个向后，则是这类鸟的特征。它有一个大大的鸟喙，有可能会对人造成巨大的伤口，不太适合家庭饲养。虽然如此，它的买家还是大有人在。它的价格大概在1万美金左右。想要饲养这种鸟，必须多金和有耐心。野子金刚最大可达61厘米 1.36公斤。目前我们只谈了它的缺点，实际上这种鸟还有一些优点。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鸟类，因此只要和它建立了信任关系，
就可以让它学习各种花样。据说它最多可以活到90岁。和一般只会说一些简单单词的鸟不同，野子金刚能学会更多的人类的话，它有敲击笼子的习惯，因为它有测试树枝是否适合筑巢的习性。这种习惯有时候看起来像敲鼓奏乐一样，非常的酷，但是如果在室内饲养它，可能会不堪其扰。薰衣草白化球蟒，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可怕，而且其实它也根本不是很危险的生物，所以它应该可以成为非常好的宠物。它很喜欢吃老鼠，一般动物园用小白鼠喂养它。据说特殊的颜色可以值4万美元左右，虽然要花掉一大笔钱，不过这种漂亮的花色也是这昂贵价格身份的体现。毕竟这钱没有离开你，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你身边。薰衣草白化球蟒在出生的时候是通体白色的，后来会变成淡黄色、粉彩、焦糖、象牙白、月光白等。白化球蟒是球蟒的黑色素流失形成的。这条蛇身体没有变色，因为它的身体完全没有黑色素。如果蛇眼是恐怖的红色，那么这条蛇将会很受蛇类爱好者的欢迎。你们听过雌性比雄性更加危险的动物吗？实际上，这种蛇的雌性正是比雄性更重。雌性最大可以长到182厘米 1.6公斤左右，比想象中的要轻好多啊。不过如果是成体蛇的话，要训练它成为宠物，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它的价格大概在1000美元左右，不过它的蛇皮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它是一种位于非洲中西部的蛇，非洲每年大概会出售5万条球形蟒蛇。这只猫有着不同寻常的毛色和花纹，如此珍稀的猫，无论多高的价格，都会有人想要吧。可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猫，其实是在俄国叶卡捷琳堡的宠物沙龙，用一种天然的猫用染色剂，由手艺高超的宠物造型师彩绘而成的。而这条龙猫的造型价格则大概在1000美金左右。这家宠物沙龙的新闻在网络上不乏批评的声音，有网友认为染色剂不可能完全无害，可能会对猫的皮肤和毛发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并且猫咪舔爪的时候会把染色剂吃进身体，可能会因此生病甚至死亡。接下来要介绍的动物有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它叫做甜蜜的滑翔鸡，中文名叫做蜜袋鼯或者长袋鼯。它是一种有着大大的眼睛的有袋类动物，体长大约24到30厘米，身体两侧拥有滑行膜，可以在树林之间滑行，所以被命名为滑翔鸡。因为非常喜欢高处，所以饲养的时候最好能让它尽情的攀高。这种动物有非常强的社会属性，建议不要单独购买。它生活在澳洲、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捕获它们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出售，所以你非常容易就能买到它。不过绝对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它的价格大概只有300美金左右，因为它非常聪明，并且由于社会属性，会比较擅长与人互动，所以是不错的宠物。最后要介绍的动物是德氏长尾猴，当地人叫它沼泽猴。以前有一条月牙形的白色长边带和一嘴白毛为特征，和赛亚人一样，它们的发型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所以一眼就能认出这种猴子。它的价格据说大约是1万美元。它生活在中非的热带雨林和沼泽边，主要吃草本植物和水果，缺粮时也会补充虫子，
例如甲虫和白蚁。成年后，公猴重达7公斤，而母猴则只有4公斤左右。它们有一个特殊的物种名 Neglect， 因为稍加不注意，它就会从眼前消失。